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卷呢。我们现在人在2024鸿海科技日的现场，刚刚他们才结束了这个开幕的一个仪式跟一些座谈。那现在呢，我们来带大家来看这次他们到底展出了什么新的电动车。当然，你可以一进来的时候会发现，一字排开的就是他们从2021年到现在所发表的各款电动车哦。那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是目前台湾市场销售表现最好的国产电动车 Luxgen 的 N7 哦。那这边呢，他们还刻意的去用了 Model C 的名字哦，去代表这个是从2021年的时候发表的 Model C 去演变来的第一款鸿海研发设计制造的纯电动车哦。但我觉得重点应该会是这一款哦，这个特别的专属灰色的这一款车呢，是预计才从10月初开始展开预售的 N7 的长程版 Long Range 车型。这个车色啊是 Long Range 车型专属的哦。你一般呢在展示间是一般的 N7 是选不到这个颜色的。那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它的续航里程增加了，可以让你有更好的实用性跟更好的机能。听说啊，现在目前累积的接单数呢，应该有近1000张，而且也有不少原本 N7 的车主去转单变成了 Long Range 版本哦。那它的内装设计基本上跟你现在看到的 N7 是一样的，但是它最主要是电池的续航力增加，那它的容量增加，可以让你跑得比较远。那它一样有5人座的版本，然后也会有纯粹版啊、亮点版不同的配备等级哦。你看它也有电动尾门，其实它的配备也是相当完整的。但是除了目前台湾现在在销售的 N7 之外呢 ，Model C 即将要有北美版的兄弟哦，就是这一台车。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车尾的设计，基本上你可以远远的看一下是差不多的。然后有这种光带式的尾灯啊，然后里面有很漂亮的立体灯组，还有有点像是 Range Rover 的这个尾灯设计，可是他们在车头上面是相当的不一样哦。来，摄影大哥辛苦一点点，我们往车头前面去啊。那我们从这边先来看好了，你可以看到呢，它在方向盘的设计跟台湾现在销售的 N7 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在中央萤幕哦，等一下可以对比一下目前销售的 N7跟它。在北美版的 Model C 上面，它把萤幕往上移了，变得比较有悬浮式的感觉，而且下面你可以看到它多了一排的实体按键，然后杯架的位置也不一样喽。台湾的 N7 呢是位在比较下面的地方，可是北美版的你看它往上拉了，还有一个中央回手。好，北美版你可以看到哦，它的中央扶手往上拉了，而且把杯架设计在上面，其实很像美国人他们喜欢喝大杯饮料，他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喝。然后另外就是把萤幕往上移，可以让你在萤幕的这个可读性上面会更好一点，就是你在行驶途中观看萤幕上面的资讯会更便利一些。然后还有专属的方向盘设计，所以在内装里面你可以看到，国产的 N7跟美规版的 Model B 是相当Model C 是相当不一样。另外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车头设计了。你可以看到在美规版的 Model C 上面啊，用上了接近 Model B 的这个车头设计哦，头灯啊，贯穿式的灯带，然后这个 S 大的设计，然后旁边侧边也有垂直的导流口。你可以看到，我们往后退一下，看一下 N7 就会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了。来，要把它围起来。你看，我们来对比一下哦，在台湾版的 Model C 上面是用这个比较细窄的这个头灯设计啊，然后配备这个中间是一个镜面黑色的饰板，然后旁边也是比较小的这个垂直导流口。那它呢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外观造型的，因为旁边也有美规车型它会有的反光标，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北美客户他们预定的 Model C 上面用上了跟台湾版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哦。好，那再往中间走，你还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再一次的展出了量产版的 Model B 哦。那其实大家可能之前有人在讲说，现在看到 Model B 跟去年的 Model B 有什么不一样？基本上他们还是维持着相同的设计，也是比较接近量产规格。但是你看这个轮圈跟我们去年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有点像是刚刚前面看到的 N7 长程版的这个轮圈设计，所以他们也放上了一些比较新的配备在里面。那内装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呢，拍谁哦？
其实它的中央扶手就可以看到，它跟美规的 Model C 是接近的，它们都是往上提上来的中央扶手，而且它维持了原本的这个悬浮式中央萤幕设计，下面也有实体的按键。我相信这样的配置呢，应该是在吸取很多电动车消费者，尤其是现在触控荧幕越来越多之后，消费者的回馈，它可以兼顾你在内装的科技感啊，还有你在操作上面的一些便利性。那再往右边来看呢，往左边来看，有一台就是这几年还是比较可惜的一台车啊，就是 Model 1。就算这次还是展出来了，这个是郭董很喜欢的一台车因为它是瞄准的是一个大型的豪华房车市场，然后呢，它有很奢华的内在跟比较宽敞的舒适空间。但现在这个车格比较可惜的是，它的市场的反应度跟接受度没有那么好，所以从21年它这台原型车发表到现在，暂时呢还是没有客户去采购这台车。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 Pininfarina 的 logo？ 其实你可以看到从 Model 1到 Model B， 甚至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 Model U 还有 Model D 呢，都是 Pininfarina 设计工作室来做的一个操刀设计让有一个比较国际知名的一个设计工作室去帮鸿海的电动车去做一些比较精致的外观跟内装的设计。然后那边远远你有没有看到那台就是陈和王大哥他今年去征战亚洲跨国拉力的赛车而且是第一次亚洲跨国拉力有电动车去参加，他也拿下了电动车组的冠军。那这台车它基本上是用市售版的 N7 去做一个调整。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悬吊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然后电池也拉到了车身比较上面的地方，放在后座的地方。但是你以往会觉得说，那参加拉力是不是都要4驱的车型？没有这台还是2驱单马达2驱的动力你可以看到说，这样的改装跟升级之后，可以去应付亚洲跨国拉力这种严苛的赛事，也证明了，鸿华他们在设计电动车，还有纳智捷他们在造车工艺上，可以去应付这样的严苛设计。2024购车风向球大调查，台湾有46%的人拥有汽车，你知道台湾人平均花多少钱买车吗？地球黄金线携手 TVBS 民调中心推出2024购车风向球报道，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还有购车攻略、电动车第一手资讯。看民调还有汽车品牌好礼可以拿，你还在等什么？赶快上地球黄金线网站看购车风向球。地球黄金线从电视荧幕标上官网了。全球第一手车市报道，年底 Toyota 的全球车速力道，我们现在试驾就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7号旋转你也看不到它。踩下油门，地球黄金线邀您一起上线。